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薇说案。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近期在韩国引爆舆论的一桩骇人听闻的案件。它不仅是一起手段残忍的暴力凶杀，更是一出颠覆人伦底线的家庭悲剧，涉及亲人之间毫无底线的背叛与抛弃。所有细节听下来，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和小薇一样感到彻骨的寒意。接下来就请大家和小薇一起走进今天的韩国行李箱藏尸案。2026年3月31日上午10点半左右，在韩国大邱市北区七星洞的新川河边，正值春日，有不少市民前往河边散步晨练。其中一位市民在途经河道时，无意间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个银灰色的行李箱，箱子被牢牢卡在河道中央的岩石之间，随着湍急的水流微微晃动，同时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怪味儿，混杂着河水的潮湿气息，让人忍不住皱眉。这位市民觉察到异样后，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派遣警员和打捞人员赶到现场，携带专业工具将这个沉重的行李箱从河中打捞上岸。当警员们合力打开行李箱的瞬间，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箱子里蜷缩着一具开始腐败的女性尸体，尸体被简单包裹，身上还残留着明显的伤痕，不难看出生前遭受过暴力对待。警方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对周边环境进行仔细勘验，收集相关证据，随后将尸体送往法医中心进行尸检。通过指纹比对等技术手段，很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她是54岁的女性 A 某，生前和女儿崔某、女婿赵在福一同居住在附近的单间公寓里。顺着这条线索排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正是与 A 某同住的女儿崔某和女婿赵在福。这出悲剧的起因要从1年前说起。2024年夏天，26岁的崔某经人介绍与同岁的赵在福相识。两人相处初期，赵在福表现得十分体贴周到，对崔某百般呵护，无论是日常的关心问候，还是生活中的琐碎照料，都做得十分到位。这也让崔某放下了戒备，真心接纳了这个伴侣。2024年9月，崔某和赵在福正式登记结婚。登记当天， A 某还特意打扮了一番，陪同这对新人前往社区服务中心办理手续，全程脸上都带着欣慰的笑容，满心期待着女儿能拥有一个幸福安稳的家庭。可谁也没有想到，登记结婚仅仅是悲剧的开始。婚后不久，赵在福就彻底卸下了伪装，暴露了骨子里的暴力本性，开始对崔某拳脚相向。起初，赵在福还会刻意掩饰，只在私下对崔某施暴，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家暴的频率越来越高，手段也越来越残忍。崔某身上的淤青伤痕越来越多，即便刻意用衣服遮挡，还是被细心的母亲 A 某发现了。看着女儿身上的伤痕， A 某既心疼又焦急，他深知家暴的可怕，更担心女儿会在长期的暴力中受到更严重的伤害。为了保护女儿免受赵在福的家暴， A 某毅然决定搬进女儿与女婿居住的狭小单间公寓，三人挤在不足20平米的空间里生活。他以为自己的陪伴和守护能震慑住赵在福，能让他收敛暴力行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份母爱最终却将自己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A 某的守护不仅没有让赵在福收敛，反而彻底激怒了他，暴力的矛头也从崔某转移到了 A 某自己身上。据警方调查，2025年2月，三人搬家时，赵在福仅因为行李没整理好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第一次对 A 某动了手。当时女儿崔某试图阻拦，却被赵在福狠狠推开。从那以后，赵在福便开始频繁找茬殴打岳母，借口荒唐又随意，家里太吵，东西不收拾，搬家行李整理得太慢，甚至有时仅仅是因为自己情绪不好，就会把怒火发泄在年过半百的 A 某身上，拳打脚踢成为了家常便饭。警方调查过程中发现，在长期持续的暴行中， A 某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却从未接受过一次像样的医院治疗。
女儿崔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曾不止一次地劝母亲：妈，你回自己家去吧。可这位固执的母亲每次都只是摇摇头拒绝，她实在放心不下女儿，怕自己一走，女儿就要独自承受所有暴力。正是这份执着又深沉的母爱，让她选择留在女儿身边，也让她最终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从3月17日晚10时到3月18日上午，女婿赵在福对岳母 A 某进行了持续时长约12小时的施暴。根据警方审讯记录和现场还原，在这12小时里，赵在福对岳母 A 某实施了长时间持续性的暴力殴打，手段极其残忍。他不仅用拳头、脚疯狂击打 A 某的身体，还会用身边的杂物砸向他，期间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休息时还和妻子崔某一同坐在一旁抽烟、看手机，神态轻松的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实施暴行，也没有丝毫怜悯之心。休息片刻后，他也会重新对 A 某施暴，仿佛殴打岳母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儿。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施暴过程中，赵在福还会时不时地扇 A 某耳光，以此来确认他是否还有意识。面对 A 某痛苦的呻吟、无助的哀求、一句句微弱的好痛，赵在福和崔某两人始终无动于衷，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仿佛眼前被殴打、被折磨的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最终在3月18日上午，在长达12小时的折磨后，这位可怜的母亲 A 某最终没能熬过这场劫难，因多发性损伤身亡。警方现场勘查时并未发现大量血迹，说明施暴行为可能以内伤为主，也从侧面印证了暴行的隐蔽性。面对警方的审讯，赵在福的供述依旧荒唐可笑，毫无悔意。除了声称岳母平时在家吵闹，也不整理东西，搬家物品整理得太慢，以此为自己的暴行辩解之外，他还大言不惭地表示：我平时对他们很好，也会给老婆买东西，试图美化自己的形象。更令人震惊、更冷血的是，他还表示，之所以把 A 某的尸体丢进河里，是想把岳母送到好地方去。这样荒唐又无耻的言论让人不寒而栗，也彻底暴露了他冷血无情的本性。A 某死后，更令人窒息、更颠覆人伦的一幕发生了。据韩国媒体 SBS 等权威媒体报道，抛尸行为并非发生在深夜，而是在3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当时阳光正好，街道上有不少行人，属于光天化日之下。当天，崔某与赵在福两人竟然毫无顾忌地拖着装有 A 某尸体的行李箱走上了街头，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行为。监控记录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一幕，两人一前一后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徒步步行在街道和桥梁上，全程神色平静，动作自然的仿佛在处理一件普通的物品，既不慌张也不愧疚。两人从住处出发，到将行李箱扔进大邱新川河中，全程耗时40余分钟。这40多分钟里，他们途经多个路口，遇到不少行人，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被任何人察觉异样。这是在白天，不是深夜，这样明目张胆的抛尸行为，更能体现出两人的冷血与肆无忌惮。而作为死者 A 某的亲生女儿，崔某自始至终都在现场，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反抗。从赵在福对 A 某实施长达12小时的施暴，到赵在福休息时他陪在一旁抽烟看手机，再到事后和赵在福一起将母亲扭曲的尸体小心翼翼地塞进行李箱，最后一同拖着行李箱前往河边抛尸。崔某目睹了母亲被折磨、被杀害的全过程，也亲手参与了掩盖罪行的行为。警方调查显示，在整个过程中，崔某没有任何试图求救、阻止施暴或逃跑的举动，全程保持沉默，甚至还配合赵在福完成了抛尸。结合案情来看，崔某本身也是长期家暴的受害者，长期处于赵在福的暴力与控制之下，早已被恐惧笼罩。案发后，赵在福更是寸步不离地监视他，反复要求他不要报案，不要接电话，不许他向任何人透露案件的任何细节，
当然，我们很难真正体会一个长期遭受家暴的受害者在这种极端恐惧、极端无助的情境下的心理状态，也无法评判他当时的挣扎与绝望。但即便如此，面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在眼前被活活打死，最终选择沉默与配合，依然是这起案件中让人最难以接受、最令人痛心的一环。警方在后续调查中分析，若不是3月30日大邱突降大雨，降雨量较大，导致新川河水位暴涨，水流变急，原本沉在水底的行李箱被水流冲走，最终卡在河中央的岩石上，被市民发现，这起残忍的命案或许永远不会被曝光，那么 A 某的冤屈也可能永远无法被洗刷。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这起人伦悲剧背后的隐情也逐渐被揭开。首先是关于3人的智力和精神状况。据韩国媒体公开报道，女婿赵在福过去曾被诊断为智力障碍及精神疾病躁郁症，并接受过相关治疗。在青少年时期，他就曾被诊断出智力障碍和躁郁症，这或许也是他性格极端、容易情绪失控、实施暴力的原因之一。而女儿崔某，她也向警方主张自己有智力障碍，但周边的邻居和认识他们的人表示，崔某在日常沟通中并没有明显的问题，能够正常与人交流，因此她的智力障碍主张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明确确认。至于岳母 A 某，有部分媒体推测她可能也有智力障碍，但这仅仅是推测，并没有任何官方证据支撑，目前尚不明确。这样的特殊情况让他们3个人更难获得外部的帮助与支持，也更容易成为暴力与操控的牺牲品，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另外，家庭经济和居住环境的脆弱也为这场悲剧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崔某与赵在福2人都没有稳定的工作，长期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收入不稳定，勉强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居住在一间狭小的单间公寓里，空间狭小，环境简陋，3人挤在一起，生活十分压抑。贫困与封闭的环境让这个家庭与外界的联系变得十分稀少，公寓内的暴力行为也始终无人知晓，只能在封闭的空间里不断发酵升级，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更令人遗憾、令人愤怒的是，这起惨剧其实早有预兆，却没有被及时阻止。赵在福与崔某登记结婚后，就开始对崔某实施家暴。崔某身上的伤痕，家中偶尔传出的打骂声，都预示着这个家庭正在遭受暴力的折磨。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家人从未向警方报案，也没有向周边的邻居、社区求助，选择了默默承受。邻居曾听到屋内有打骂声和哭喊声，但也没有人介入。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也让这场悲剧没能及时被阻止。3月31日，行李箱被市民发现，命案曝光后，警方迅速展开抓捕行动，很快将崔某与赵在福2人紧急逮捕，带回警局接受审讯。经过初步调查和尸检结果确认，4月2日，大邱地方法院对赵在福以涉嫌杀害尊亲属及遗弃尸体签发了拘捕令，对崔某则以涉嫌遗弃尸体签发了拘捕令。其实，在警方初期接到报案，发现尸体后，是以遗弃尸体罪立案侦查的。但随着尸检结果的逐步出炉，揭示出 A 某生前遭受的暴行极其惨烈，身上有多处损伤，警方最终认定赵在福有明确的杀人故意，并非过失致人死亡，因此将罪名升级为更重的杀害尊亲属罪。这一罪名在韩国法律中量刑会比普通故意杀人罪更重。4月2日当天，2人被警方带往法院接受拘捕令实质审查，现场有不少媒体记者等候，试图了解案件的更多细节。当记者向赵在福提问是否知道岳母会死，对杀害岳母这件事有没有愧疚时，赵在福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反而爆粗口辱骂记者，还怒视现场的警察，态度极其嚣张冷血。而一旁的崔某则全程面无表情地保持沉默，眼神空洞，仿佛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份对生命的漠然令人揪心，也令人不齿。根据最新的案件进展消息，4月8日，大邱警察厅召开了个人信息公开审议委员会，经过讨论，最终决定公开女婿赵在福的姓名、年龄和照片，目的是为了起到警示社会的作用，让更多人警惕家庭暴力的危害。而女儿崔某
因为仅涉嫌遗弃尸体罪，情节相对较轻，不在个人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因此其个人信息并未被公开。此外，案件在4月8日至9日左右从大邱北部警察署移交至检方，正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续检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向法院提起公诉，等待赵在福和崔某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警方也明确表示，在调查过程中未发现两人存在沟通或记忆上的障碍，因此赵在福的智力障碍和躁郁症因素可能不会对最终的判决产生决定性影响。法律会依据两人的犯罪情节做出公正的判决。今天的这起韩国行李箱藏尸案之所以能在韩国社会引发巨大震动，引发全民讨论，不仅在于女婿赵在福的残忍无情、手段恶劣，也在于女儿崔某的沉默旁观、全程配合，更在于她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还有许多像 A 某一家这样脆弱的家庭，正在承受着家庭暴力的折磨。他们孤立无援，求助无门，而社会支持体系却一次次疏漏，没能及时发现他们的困境，也没能及时伸出援手。长达12小时的施暴，40余分钟的光天化日下的抛尸，亲生女儿的全程配合，凶手毫无悔意的辩解，这些细节拼凑出的就是今天小薇为您讲述的这场令人难以置信、令人痛心疾首的人伦惨剧。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小薇说案，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